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投资了一段时间，账户有赚有赔，资讯也都看了很多，但内心就是有点迷惘。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什么 ETF、股票、基金，每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你就是不知道该信谁，该怎么开始。记得我刚开始学投资的时候，也是到处看影片、看书，甚至买课程学习。虽然资产也在慢慢的稳定增加，但这几年越学习，越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了解的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决定去考一张证券商高级业务员的证照，不是为了成为证券业务员，而是为了帮自己梳理一下这几年学习到的知识与经验，并且厘清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建立一套相对完整、有系统的投资概念。因此，这支影片不是教你怎么考试，而是想分享我在准备过程中重新理解投资的一些核心观念。毕竟投资是一辈子的事，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投资理财之路更有方向、更有系统，那或许这支影片会对你有帮助哦。首先，这张证照的考试科目总共有3科，包含投资学、财务分析以及法规。其中对我们一般人比较有帮助的是前面2科。投资学里面包含股票、债券、基金，甚至选择权、权证等等投资商品的介绍。那另外一科财务分析，包含我们平常会在一些财经节目里听到的本益比、每股盈余，以及在财报会计科目中的一些计算。我个人觉得，如果想长期投资的话，了解这些知识肯定有益无害。那以下我就从中挑选3个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的概念来分享。第一，基本分析中常用的 EPS， 也就是每股盈余的计算。很多人都在谈存股、长期投资，但很少人真的会去看，我长期投资的这家公司赚钱能力真的有越来越好吗？这个 EPS 就是可以参考的指标，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年度每股盈余的变化来了解一间企业是否持续的获利。每股盈余顾名思义就是每一股普通股能享有的会计盈余。以比较白话一点的方式来讲，就是公司一整年内帮每一股股东赚了多少钱。因此，如果一家公司的 EPS 越高，通常代表它赚钱的能力越好，对投资人通常比较有吸引力。当然，这项数据我们通常也可以很轻易的在企业的财报中找到。以台积电为例，我们来到台积电的官网，从上面投资人关系中找到财务报表。我们从2024年的来看好了，点开之后往下滑，大概在前几页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了。在第9页的地方可以看到，这里基本每股盈余113年的是45.25元，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每一股股东能享有的盈余是45元。那相比于前一年的32.34元，多了10几元，一年间成长了将近40%。所以如果只从这项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台积电的赚钱能力是有比去年进步。第二，技术分析。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技术分析很难，什么 K 线、成交量都听得一头雾水。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成为专业的分析师，但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吧，不然别人总说什么黄金交叉要买，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跟风做，可能就会有一点危险。其实这些东西在书里面都是可以学得更有系统的，就像前面的例子，我们可能会在很多投资老师那里听到黄金交叉、死亡交叉，其实这不是他们自创的招式，这在投资学中的均线理论单元都是有说明的。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简单来说就是在探讨移动平均线，表示一段时间内股价的平均数。例如5日平均线就是指过去5日股价的平均数，那100日也是同样道理，就是过去100天的平均股价。而黄金交叉指的是当短天期的移动平均线由下往上穿过长天期的平均线，这样的情形就称为黄金交叉。这时可能代表股价往上走的力道比较强，往下走的力道比较弱。相反的，当短天期的平均线由上往下穿过长天期的线，那么可能代表股价向下走的力道更强，而这样的现象则称为死亡交叉。我们以这张 SPY 的图举例，最浅的蓝色线代表50日的平均线，中间浅紫色的代表100日的移动平均线，而最深的这条则是最长的200日平均线。我们以2022年这边来看，当这条浅蓝色短天期的平均线向下穿过中间浅紫色的平均线时，就称为死亡交叉。这个可能也代表向下的力道比较强。我们也可以看到股价也确实持续走下坡，但是当后来这条浅蓝的线也穿越了最长天的200日平均线时，这时候股价过没多久就来到更低的位置。所以我想这个指标多少还是有它的参考性。那接着我们看到后面的地方，当这条浅蓝色的短天期的线渐渐的由下往上穿过另外一条比较长天期的平均线时，那这时候的黄金交叉可能就是股价慢慢走强的讯号。你可能会想，学这个有什么帮助？只要长期持有就好啦。
举个例子，就像我自己有在接触选择权这样的商品，像这种比较杠杆的投资方式，对股价的波动变化可能会比一般股票更敏感，赚钱赔钱也都会更快。因此我觉得除了基本分析之外，研究一些技术分析的知识，对我的投资也是有相当大的正面影响。第三，资产配置。很多人一听到资产配置，就会认为是买一堆 ETF 来分散风险，什么都投资一点，虽然风险分散了，但好像报酬率也被稀释了吧？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完全错，但也有点误解。其实资产配置的核心，就要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与风险承受度，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配置比例。投资也不一定要自己分析、自己选股、自己判断买卖点才叫投资。我们如果通过持有一篮子与市场表现相近的资产，用被动式的方式来参与市场，这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方式的重点不是为了打败市场，而是希望获得接近市场的平均报酬就好。当然啦，也有一些比较偏好主动操作的投资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靠着分析股票、研究市场，去创造高于市场的报酬。这两种方式没有哪一种比较好，重点还是看自己的期望报酬率，想投入多少心力研究，以及能承担多大的风险。除此以外，其实连投资的顺序逻辑都有两种做法。一种有些人喜欢由下往上的投资方式，这些人他们喜欢研究公司体质、竞争力以及未来的成长性，只要觉得这家公司好，就会买进持有。他们认为配置比例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但像我的话，会比较偏好采用由上往下的投资方式。首先思考自己的目标与风险承受度，决定资产配置的比例，再来才去选择符合策略的标的。这样做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我觉得更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如果讲的具体一点，比如说整体资金里面有可能50% 放在 ETF，30% 放个股做中长期观察，那剩下的可能就会拿来学一些比较进阶的选择权策略。这样配置下来，如果遇到股市震荡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哪些适合长期持有，哪些是需要观察调整的。这种心里有底的感觉其实很重要，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不过不管哪一种方式，我觉得重点不是要选出正确答案，而是找到自己愿意执行，让自己晚上睡得着的投资策略。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我考这张证照时觉得最有帮助的3个概念。如果你不想再用拼拼凑凑的方式学投资，要一次搞懂大方向更完整的投资概念，那我觉得翻一翻这张证照的内容与书籍最有帮助。不过先打个预防针，老实说，我当初拿到这课本的时候，真的有点头大，因为里面不只有投资商品的介绍，还有很多法规、财报细节。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知道的知识是比较零散的。这次考完，终于有一种慢慢拼起来的感觉，这种踏实的感觉真的跟单看网络资讯很不一样。那我也相信，投资赚钱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我们自己为什么赚，为什么赔，才能在一次一次的买入与卖出中学习并成长。接下来我也会慢慢分享一些具体的投资思路与工具，让有兴趣的人也可以透过影片一步一步的建立自己的投资知识库。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结合实务与观念的分享，欢迎按赞订阅。想了解更多，也可以在下方约我的对谈或领取我的电子书。那下次见，拜拜。